洛洛说电影带你走进电影的世界。这个年仅9岁的小男孩创作出了全世界最神奇的歌曲，凡是听过他歌声的人，无论受过怎样的伤害，都会被治愈。他叫小小船，出生于墨西哥非常贫穷的一个小镇。小镇常年干旱，已经足足9年没下过雨，最近的水源在1000英里外。面对燥热和干旱，镇上的人全都麻木了，镇上的店也几乎全部倒闭，街上异常安静。小小船是喜欢安静的，他家住在僻静的郊外，房屋倾斜，摇摇欲坠，全靠一根柱子撑着。爸爸有时会想马儿的事，大部分时间在想柱子的事。妈妈大部分时间在考虑别人的想法，还有肉丸的事。小小船则经常想帆船的事，他从出生就开始想，明明从未见过海，坐过船，却能画出帆船的模样。小小船执着于帆船，他最好的朋友皮蒂则执着于皮球和眨眼。皮蒂无法眨眼，总是仰望着天空滴眼药水。他说，医生可以治好我，让我去追求足球梦，但这要花很多钱，帆船一定也需要很多钱。小小船却说，光是看和想不用花钱。小小船乐观活泼，对生活充满爱与希望。这天，他无意中捡到一把做工精巧的小吉他。爸爸问他，你会弹吉他吗？他说，我不会，但我打算自己教自己。妈妈鼓励道，无论你用这把小吉他弹出什么，我们都会很喜欢，你就是我们的福气。爸爸却还是愁眉不展，因为奶奶住院了，医生说情况不容乐观。爸爸带妈妈和小小船来到医院，奶奶看上去没有丝毫被病痛折磨的痛苦，声情并茂地演绎着电视剧里的对白。她宽慰爸爸，我没事，医生就是靠说别人生病，换了一个又一个豪宅和一个又一个老婆。你不用担心我，我在这里很好，还有电视可以看。同时又告诉小小船，用你的小吉他给我写首歌。奶奶总是这样古灵精怪，她年轻时看过海，坐过船，还将自己与帆船的合照贴在小小船的摇篮上，所以尚在襁褓中的小小船会对帆船有记忆。对小小船来说，奶奶就像船帆，为他引路护航。他记得许多奶奶的名言，例如，当你不去刻意寻找的时候，往往会发现最重要的东西。有些事发生了之后，其他事也会接连发生。小小船相信，他无意中捡到的吉他一定很重要，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。他一定能做一曲给奶奶的歌。火热金黄的太阳爬上了山顶，房檐上的风铃叮咚作响。爸爸加固好了柱子，开着那辆没有后门的小绿汽车去往镇上。爸爸在镇上的小学做清洁工，小小船也在那所小学读书。他的学校生活大多时候都是上课休息一成不变，但奶奶曾说，事情是会改变的，有时要用别人的眼睛看世界。如果小小船此刻用朋友皮蒂的眼睛看世界，就会发现，当他专心弹着吉他时，有个戴耳机听音乐的小女孩慢慢靠近，坐在了他身旁。当小小船发现时，上课铃声响起，他只能飞速地跑了。他也没有看到有个男孩来到他身后，吃了他的肉丸，还弄断了他的吉他弦。爸爸得知此事后，问小小船，那个男孩的家在哪儿？随后露出一个小小船分外熟悉的表情。爸爸上次露出这个表情，还是一个邮差对妈妈说，别再做肉丸了，因为你就是个肉丸。妈妈因此害怕见人，再也不出门了。爸爸知道后脸色大变，找到邮差。后来新的邮差只是微笑不说话。爸爸带着小小船敲响了男孩家的门，男孩父子乖巧地上车，跟着爸爸好不容易找到一间营业的商店，买了一副上好的吉他弦。店家还赠送给小小船一张免费的唱片。修好吉他，爸爸又一言不发地将男孩父子送回去。临下车时，爸爸拉住小男孩告诫道，从今天起，只要看到小小船都要微笑，要露齿笑。那天以后，全校的男生见到小小船都只微笑不说话。小小船则继续给奶奶写歌。休息日，小小船背着吉他去往秘密基地寻找灵感。身后的男人向他推销起3辆汽车，小小船从始至终没回头，专心看着眼前的一切。可当男人推销结束，他还是体贴地评价道，这是你最棒的一次推销，我很喜欢。男人心满意足地回到小屋，小小船也终于能和眼前的帆船独处。他觉得自己很幸运，可以同时拥有2件喜欢的事情，构思音乐和看帆船。回到家，小小船去检查柱子，这里有蚂蚁经过。
爸爸说这是木椅，专门啃食木头为生。爸爸紧急翻看广告杂志，找来灭虫专家，还动用家里的特别基金，从他那里买了一只巨型蜥蜴，想让蜥蜴吃掉木椅。然而爸爸刚将蜥蜴放下，老鹰从天而降，美餐了一顿，只留下一根羽毛作为报答。看着气炸的爸爸，妈妈告诉小小川，不要把这件事写在歌里。那晚爸爸一直守在柱子旁，小小川潜心创作着歌曲。当他对歌词有些灵感，也想到一些旋律时，偷偷靠近他的小女孩将自己的唱片播放器借给了他。小小川终于听到了买吉他闲时赠送的唱片，里面教授着学习吉他的技巧。小小川就这样自学，在操场，在阳光下，靠着柱子，坐在木椅，躺在床上，从早到晚，从家里到学校，甚至在废墟，小小川终于创作出了写给奶奶的歌。他先弹唱给小女孩和皮弟听。小女孩说，这是我听过最伟大的一首歌，你的歌词真是无可比拟。皮弟说，我太喜欢了。小小川想去看奶奶，弹奏给奶奶听，但爸爸说奶奶病重，陷入了昏睡，他们得等奶奶醒来才能去医院。小小川便将奶奶的歌先弹唱给爸爸妈妈。这一刻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了，爸爸妈妈的神情有些复杂，而后他们像是灵魂受到洗涤，幸福的泪水像断下的珍珠滚落。爸爸绽放出笑容，刚想说些什么，皮弟在外面踢球砸到了柱子，房子几近倒塌。小小川一家用车将房子拽了回去，又重新支上了柱子。出了这种事，爸爸并没有心情不好，而是感叹着这简直是上帝的歌。那天晚上他还久违地做起年轻时的梦，他是个骑马英雄，在草原策马狂奔，享受着自由和快乐。这种快乐从歌传到梦，再传到现实。那天开始，小小川的家变得不再安静，而是时刻洋溢着笑声。某天学校组织郊游，校车上同学们吵吵闹闹，老师让小小川弹首歌来听。当吉他的第一个旋律响起，世界陷入寂静，同学变得乖巧，司机不由自主地停下车，流下眼泪。老师热泪盈眶地摘下假发。当晚回去，他就打电话跟心仪的女神告白，并邀请她一起听小小川的歌。其他同学也将此事告诉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人们慕名来到小小川家门口，听着他的演奏，拥抱着身边的人，感受着世界的宁静与美好。爸爸最近更是美梦连连，笑容从未停止过。妈妈则做了许多肉丸，本不愿出门的她，现在却勇敢地踏出了第一步。妈妈的肉丸大受好评，虽然很辣，但辣得很有层次感。妈妈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有时你为一个人做一件事，其实也是为所有人做一件事，但实际上这是给某一个人的，只是大家忘记了。这首歌是为了奶奶而做的。小小川知道奶奶在等他，可每回和爸爸说起此事，他都说要等奶奶醒来再去医院。小小川不愿再等，他从学校离开去找奶奶。半路上，一个好心大叔载他一程。说来，大叔和小小川属实有些缘分。他的车和爸爸的车一样，只是他的车后面有门，而且他竟然买了小小川经常去看的帆船。在一个连雨水都没有的地方买帆船，大叔自己都感到奇怪突兀，但他心里就是有个声音告诉他，我想拥有它。关键的，大叔还是个音乐主播。当他听到小小川的歌，惊为天人，觉得这首歌应该传到世界的每个角落，治愈每个受过伤、有着痛的人。大叔和小小川交易，小小川跟他去广播站，他给出相应的回报。与此同时，学校里的足球赛正式开始，皮弟只能在替补席看着队友驰骋。而小小川的家门口聚集了无数慕名而来听神曲的人们，人们翘首以待小小川的出现，可等了许久都不见人影。正在大家焦躁不安时，有人拿着收音机过来，那一刻世界都安静下来。神曲传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，连上天都被感动。大雨终于降临，滋润了这片干涸的土地。9年，人们等待了9年的希望终于倾盆而下。有人在屋内聆听着歌，望着窗外的雨；有人在大雨中伴着歌曲欢呼拥抱。足球场上的孩子们被雨水遮住了视线，不能睁眼。皮弟却眼睛都不眨一下，将一切看得清清楚楚。教练将他派上场，
这一天，皮蒂射门9次，成为球场上绝对的王者。一曲结束，小小船来到医院，他终于能唱歌给奶奶听。奶奶没有动，没有说话，但她一定在等他。当小小船落下最后一个音符，奶奶回到了天堂。小小船将吉他留给奶奶，他再也没有弹唱过写给奶奶的歌。但是电台一位会唱歌的阿姨买下了这首歌，她给小小船寄来很多信和一些钱。现在爸爸可以给家人买东西了。他从带小小船去广播站的大叔那里买回了帆船，大叔也完成了和小小船之间的交易，将车后门安到了爸爸的车上。现在爸爸的车门齐全了，妈妈买了一套新的运动服和新炊具，能装下吃不完的肉丸。至于柱子，换成了木椅啃不坏的高级柱子。爸爸还买了梦寐以求的马。小小船则和朋友们在帆船上相亲相爱的玩耍，生活真是美好。一个叫小小船的男孩是卡梅隆·纽金特执导， J.K. 西蒙斯主演的儿童治愈片。这是一部非常具有哲思，值得慢慢品味的电影。影片开头，导演就说这部电影是为了致敬他亡故的妻子。2014年，导演和妻子结婚，在墨西哥的一个小镇度过浪漫的蜜月。但仅仅1年后，妻子就因为癌症去世。2015年，导演开拍了这部幽默又魔幻的治愈电影，诠释了家和生命的意义。影片中，小小船说爸爸有时会想马儿的事，大部分在想柱子的事。这其实是象征着作为父亲总是要想着如何撑起这个家，哪怕他年轻时也有梦想，想骑着马儿自由地驰骋，但为了这个家，梦想成了梦。他的脊背像柱子一样被压弯，却不能也不敢折断。小小船说，妈妈大部分时间都在考虑别人的想法，还有肉丸的事，她也几乎不出门。这其实是所有家庭主妇的真实写照，他们将自己的世界局限于家庭，一心为家人考量，常常忽略自己，照顾着家人的一日3餐。但他的拿手菜也许就那么几个，所以在别人看来，他好像反反复复都在做肉丸。在那个9年无雨、贫瘠困苦的小镇，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烦恼。推销不出去车的男人，头发因烦恼掉光的老师，每个苦苦支撑的家，是小小船的歌声治愈了他们的心。那到底是怎样的一首歌呢？影片始终没有直接呈现。每当小小船弹奏吉他时，声音都会消失，转而展示听众们或感动或满足落泪的表情。这种无声胜有声的处理方式，是导演在说，希望和爱本就没有固定模样。小镇上唯一不痛苦，甚至还很幸福的群体是孩子们。小小船一心为奶奶作曲，皮蒂梦想着踢足球，小女孩时刻戴着耳机，沉浸在歌手梦中。还有操场上玩耍的孩子们，他们是父母爱的结晶，上帝派来的小天使。从他们身上，我们能感受到最纯真、最原始的快乐和幸福，以及对生活的希望。在小小船第一次对父母弹唱完神曲时，他们的房子轰然倾倒，是小小船和妈妈开着车将房子拉起，爸爸将柱子支好。爸爸在那时才明白，家不需要他一个人苦苦支撑，家里的每个成员都想，也都能尽一份力。所谓家人，就是同甘共苦，相互扶持。这之后，他卸去了心里的重担，笑容再次回到他脸上。所有听到神曲、感受到希望和爱的人们，看似一成不变的生活发生巨变，心态都变得平和。世界名著《小王子》里说，沙漠之所以美丽，是因为某处藏着一口井。愿每个生活在不尽如人意现实中的人们，都能找到自己的那口井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想看更多的电影解读，记得关注，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。